哎呀，各位屏幕前的老铁们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专注网络热点和内容创作的胖僧。今天咱们必须得好好聊聊最近这个在互联网上掀起惊涛骇浪，甚至让咱们这些内容创作者心里七上八下的事儿。你看网络空间这片广袤的森林，看似自由生长，实则枝蔓交错，深不可测，时不时就会冒出些让人大跌眼镜的奇闻异事。就在前几天，那真是平地一声惊雷呀！一个名叫伊利达雷之怒的知名粉红博主，在万众瞩目之下，竟然洋洋得意地抛出了一句话，原话是：我们不炸号，那是因为我们在更上层的白名单里，你敢信吗？这话一出，就像一颗巨石投进了平静的湖面，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，各种猜测、质疑，甚至愤慨的情绪如同潮水般汹涌而至。我当时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，难道我们辛辛苦苦创作，每天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尺度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触碰到那根无形的红线，而有些人竟然可以凭借所谓的身份获得豁免权吗？这不就是把咱们这些普通创作者明晃晃地晾在阳光下，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吗？然而这出大戏的精彩之处才刚刚拉开序幕，就在大家伙议论纷纷，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的时候，微博官方的打脸来得如此之快，却又带着一丝玄妙。他们迅速发布了一则辟谣声明，斩钉截铁地表示根本不存在什么白名单制度。紧接着那博主就被官方禁言了。这下子屏幕前的我眉头紧锁，心想这下总该消停了吧，正义虽然迟到，但总算来了个交代。可谁能想到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呢？这位被禁言的博主竟然在禁言期间还能更新一则道歉声明，这操作简直是把我给整懵了。这就好比一个被关进小黑屋的人，竟然还能隔着墙缝递出一张纸条，你说蹊不蹊跷？这哪是禁言啊，分明是给了一个特殊通道嘛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坊间传闻原本90天的禁言期限，竟然被悄悄缩短到了30天。这下子别说是我们这些小博主了，连那些平时与世无争的网友们都坐不住了。大家普遍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，这不明摆着告诉我们，规则对有些人来说是可以随时调整的吗？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，在遇到问题时，往往是求告无门，被禁言了就真的鸦雀无声，甚至连申诉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可某些特权账户却似乎总能找到那条通往灵活变通的暗道，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也是网友们最关心的一点，到底有哪些人在所谓的白名单里，虽然官方矢口否认它的存在，但伊利达雷之怒的言论加上后续这一系列让人费解的操作，无异于在大家心里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。我们不禁要批判性的思考，这种白名单如果真的存在，或者以某种隐晦的形式存在，它意味着什么？它会不会成为网络言论的秘密花园，让某些声音被无限放大，而另一些真实但可能不那么和谐的声音却被无情的消音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平台的内容审核不是基于统一的透明的规则，而是掺杂了各种不为人知的优先级和例外，那我们这些内容创作者还有什么动力去追求真相，去发表独立观点呢？大家都会变得谨小慎微，甚至主动向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靠拢，只为了获得那份虚无缥缈的安全感。这无疑会对整个内容生态造成巨大的伤害，劣币驱逐良币，最终让我们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单调、重复甚至失真的信息。在我看来，这种事件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某个博主的言论失当，更是对平台公信力的一次严峻考验。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枢纽，其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公平、公正和透明。如果这些基础被动摇了，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就会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，在潮汐的冲击下逐渐瓦解。我们作为创作者，
更是需要一个清晰、可预测的环境。否则，今天你因为一句话被禁言，明天它可能因为一个观点就消失。这种不确定性是扼杀创造力的最大元凶。所以，朋友们，伊利达雷之怒的白名单言论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了我们对网络空间公平性的深切渴望，也敲响了警钟。它提醒我们，在享受信息便捷的同时，更要保持一份清醒的批判性思维，去审视那些看似平常却暗藏玄机的现象。只有当规则真正摆在阳光下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时候，我们的网络世界才能真正充满活力，而不是被某种无形的手牵着鼻子走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。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